你感觉到了吗？那种你的身体变成了你每天需要拖动的敌人，一个阻止你思想航行的锚的感觉。你醒来，身体在场，但精神缺席，仿佛你的意识被困在一个稠密的沼泽中，挣扎着形成一个清晰的念头。你每天早上对自己做的承诺，今天会不一样，今天我会动起来。回想空洞，因为无一例外，你椅子的引力总是获胜。这个重量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它是一种精神迷雾，一种无声的挫败感，侵蚀你的决心，把你潜力变成一种永不抵达的能量，一种永不显现的力量。你不仅仅是累了，你被囚禁在一个自我供给的惯性循环中。你所进行的这场斗争不是软弱或懒惰的标志，而是一个现代无形监狱的后果。舒适，你的椅子，你的沙发，你的例行公事已经成为一个堡垒的建筑师。这个堡垒不保护你，而是禁锢你。在这些墙内，惯性低语着甜蜜的谎言，说休息是疲劳的解决方案，而实际上它是燃料。你成了舒适的囚徒，生活在一种意志瘫痪的状态中，改变的愿望存在，但启动行动的火花已被停滞所熄灭。你正在与你自己的环境以及它所铸就的习惯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而到目前为止，在你保持不动越陷越深的每一个小时里，这场战争都在失败。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监狱有一把钥匙呢？而且这把钥匙不在于短暂的动力或详尽的锻炼计划，而在于一种古老的心智技术，一种为在混乱中创造控制而铸就的纪律。应用于身体的斯多葛是自制力。解决方案不是每天打一场筋疲力尽的战斗，而是开始刻意建设一个内在的堡垒，在那里每一个动作都是一种力量的宣告。今天你不会学习如何锻炼，你将收到通往你身体主权的地图。我将教你5条主权运动法则，5项将打破惯性锁链，将你的身体从监狱变为圣殿的法令，铸就你如此寻求的精神清晰。在我们继续之前，你的第一次主权实践现在开始。这个旅程不是在视频结束时开始，它始于一个决定。如果你真的致力于打破惯性的锁链，那么执行你的第一个命令，留下你的赞作为意图的印记，并订阅频道，加入其他正在建设他们内在圣殿的人。最重要的是，去评论区写下今天我运动。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评论，这是你的第一道法令，一份与你的意志签订的合同，你为新堡垒奠定的第一块基石。宣告你的承诺，告诉我们你从哪里开始这个旅程，然后继续前进。我们将用来拆除你监狱的哲学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一种心智技术。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外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控的，但你思想的城堡是你的主权领地。而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座城堡的大门不仅由你的思想守卫，也由你的身体守卫。斯多葛派不把久坐不动看作一个健康问题，而是一个指挥的失败，一个身体的不服从，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思想的无政府状态。因此，解决你精神迷雾和精力不足的方法不在于等待动力，而在于行使自制力。对于斯多葛派来说，运动不是一个选项，这是对你自己灵魂清晰的一项责任。为此，我们需要在你的头脑中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战略重构。从今天起，你将从你的词汇表中禁止锻炼这个词。这个词被痛苦、义务和惩罚的联想所污染，取而代之，你将安装一个新概念：主权行为。每次你站起来，每次伸展，每走一步，都不是锻炼，这是一个宣告，宣告你，而不是惯性，在掌控之中。同样，与久坐不动的斗争不是一场每日详尽的战斗，它是一场刻意的建设。你不是一个在与懒惰的无休止战争中的士兵，你是一位建筑师，静静的一砖一瓦的为你内在的圣殿奠定基础。这种智慧并不新鲜，它回响了数千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在他的沉思录中写到早上离开温暖床铺的困难。他提醒自己，他的责任不是舒适，而是行动。他起床是为了履行他作为人的角色。另一位伟大的斯多葛派大师塞涅卡警告我们，一个不为心智服务的身体的危险，声称我们必须训练身体，
以便灵魂在其中找到一个顺从的仆人，而不是一个叛逆的主人。你今天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斗争，与马可·奥勒留从床上起来的斗争是相同的，这是对责任、纪律和自我建设的同一个永恒的召唤。主权运动的第一条法则不是从你的肌肉开始，而是从你的思想开始。它是所有行动中最简单，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在移动你身体的1寸之前，你必须首先移动你的意志。这条法则是意图法令，它在于一个单一的有意识的决定，一个斩断犹豫迷雾的口头命令。在站起来之前，你必须大声的或对自己说，以皇帝般的坚定，我移动。这不是一个请求，不是一个建议，也不与你的疲劳进行谈判，这是一个直接的命令，是启动整个运动链的首要原因。你必须明白，身体的行动只是一个成功的精神命令的后果。这条法则所揭示的内心冲突，是你倾向于成为自己思想的被动观察者。你等待着想动的感觉，你等待着一波动力的到来，就像一个遇难者等待船只一样。但动力是一个不稳定的仆人，纪律是女王。你的思想习惯于惯性，变成了一个混乱的议会，疲劳、无聊和怀疑在其中无休止的辩论，否决任何行动的提议。意图法令解散了这个议会，它是一种权力的行为，声明决定已经做出，讨论已经结束。困难在于承担这种权威，停止请求你的感觉，允许你行动。你一直像一个忘记了自己统治的国王一样行事。你进入你思想的王座室，询问你的顾问，疲劳、怀疑、舒适，他们认为应该做什么。舒适说，陛下，王座很软，为什么要起来呢？怀疑低语，但这值得吗？我的主。疲劳只是打了个哈欠。于是国王仍然坐着，成为自己顾问的囚徒。法令，我移动，是国王用权杖敲击地面，让所有人安静下来，并提醒谁在掌控之中。这是权力的收回。身体，你的王国可能已经变得叛逆和迟缓，但它会回应其主权者的坚定命令。这项法令的实践是重新调节你神经系统的第一步。你正在创建一条新的神经通路，其中决定导致立即的行动，没有过度分析的瘫痪性弯路。每次你发出命令，而你的身体服从时，你就加强了你意志的肌肉。这是向你自己证明，你的话有力量，你的意图确实可以在物理现实中显现。这一行为巩固了你的身份，不是作为一个受冲动所害的人，而是作为一个指导他们的人。你在这里获得的力量，不是以燃烧的卡路里或锻炼的肌肉来衡量，它是以你对自己建立的主权来衡量。这是所有真正力量的基础。第二条法则是你对抗拖延瘫痪的秘密武器——5分钟规则。该法令很简单，任何运动行为只要进行5分钟，就构成一个完整且不可协商的胜利。这里的目标不是疲惫，不是表现，甚至不是身体进步本身。唯一的目标是打破停滞状态，这是为了向你思想中最顽固的部分证明，第一步的能量成本微不足道，但其心理影响却是巨大的。5分钟的步行，5分钟的伸展，5分钟任何能让你身体从静态转为动态的事情，这就是赢得一天所需要的一切。这条规则所对抗的内心冲突是全有或全无的心态。你的思想在考虑运动时，想象的不是5分钟，它投射出1整小时激烈训练、汗水、痛苦和疲惫的画面。这个压倒性的景象使得开始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惯性似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你想，如果我不能去健身房1小时，为什么要做任何事呢？这种完美主义是久坐不动最大的盟友。5分钟规则通过重新定义胜利的含义来拆除这种谬论。胜利不在于跑完马拉松，而在于仅仅穿上跑鞋，迈出门口的第一步。这是目标的改变，从表现到启动。想象一下，惯性是一种引力，就像被困在一个巨大行星的轨道上，要逃脱，你不需要一次巨大而单一的能量爆发将你发射到另一个星系，那将是不可持续的，并会导致你失败。你所需要的
只是一个微小而持续的推动，足以调整你的轨迹。运动的最初5分钟就是这个推动，他们不会立即将你带出轨道，但他们会将你从下降的轨迹移动到上升的轨迹。他们打破了不动的催眠吸引力，并证明运动无论多么微小，都有改变你命运的力量。你停止下沉，开始上升。通过应用这条法则，你正在破解你大脑的奖励系统，你正在创造一系列简单每日的胜利。每次你完成5分钟，你不仅移动了你的身体，你还对自己履行了一个承诺，这产生了一个信任和自我效能的循环。通常情况下，5分钟后阻力消失了，你会继续更长时间，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因为运动的能量开始自我供给，火被点燃了。即使你恰好在5分钟时停止，胜利也已经是你的了。你打破了惯性，你证明了你在掌控之中，而这个小小的胜利会回响，为你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带来清晰和力量。第3条法则承认一个至关重要的斯多葛真理：虽然我们无法控制事件，但我们能够也必须控制我们对他们的反应。这延伸到我们的环境。环境架构法则规定，你必须准备你的物理空间，不是为了舒适，而是为了行动。你必须成为你日常战场的刻意建筑师，尽可能地消除移动意图与移动行为之间的摩擦。你的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不要把它浪费在那些本可以提前用策略赢得的小战斗上。你的环境必须使运动成为最容易的选择，而惯性最困难的。这是将战略智慧应用于你的个人纪律。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我们相信纪律必须是一场对抗所有可能性的赫拉克勒斯式斗争。我们浪漫化了英雄不顾恶劣环境而获胜的想法，但智者不寻求不必要的困难。他塑造周围的世界以服务于他的目的。自然的倾向是让环境保持原样，并试图仅凭意志力来克服它。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跑鞋藏在衣柜里，你的运动服在抽屉底部，而遥控器在你手中。这些细节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小摩擦点，一个在你主要战斗开始前就耗尽你能量的微小决定。你在不知不觉中设计了一个失败的环境，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准备战斗的将军。一个聪明的将军不会等到敌人到达才开始挖战壕和部署他的防御，他会提前做这些。前一天晚上把你的运动服和鞋子放在床边显眼的地方，就是挖你的第一道战壕。准备好你的水平是部署你的炮兵。在你的日程表上为你自己的主权行为锁定一个时间，就是为你有利的设定战斗的地形。你正在为你的纪律版本创造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为你懒惰的版本创造一条高阻力的路径。每一个被移除的障碍都是一个小胜利，使得最终的胜利几乎不可避免。环境成为盟友而不是对手。这条法则的应用将纪律从一个瞬间的努力转变为一个被动的系统。你不再依赖于当下的感觉良好，而是开始信任你建立的系统。通过准备你的环境，你正在向你的潜意识发送一个强大的信息：决定已经做出，接下来的行动只是一个精心准备的逻辑结论。你获得的力量不仅仅是运动的一致性，而是一个战略家的心态。你学会了思考未来几步，识别并消除自己堡垒中的弱点。你不仅成为你空间的建筑师，也成为你自己品格的建筑师。用你整理房间以求胜利的同样刻意来建造它。第4条法则解决了一个最大的摩擦点之一：状态之间的过渡。从休息到行动，从静态到动态，对精神要求很高。过渡仪式法则确立了在这2个世界之间建立一个短暂而一致的桥梁的必要性。这个仪式是一个行为触发器，一系列简单预定义的行动，持续1到2分钟，向你的大脑和身体发出信号，表明即将发生变化。它可以像站起来、喝一杯水、做3次深沉而刻意的呼吸一样简单。仪式的内容没有它的一致性重要，它是你开始你主权行为的个人仪式。这个仪式所克服的阻力是精神惯性。改变任务，特别是从被动观看、阅读、坐着到主动移动，需要巨大的启动能量。你的思想在其当前状态下感到舒适，
抵抗这种变化。他将过度视为一个深渊，一个从舒适到努力的可怕跳跃。过渡仪式将这个深渊变成一座桥梁，你不是一个突然的跳跃，而是创造了一系列简单的小步骤，平稳地引导你到另一边。思想不把这种变化视为威胁，而是视为一个逻辑序列。你正在利用习惯心理学为你服务，创造一个自动触发所需反应的触发器。运动的开始，把仪式想象成火箭发射的倒计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不只是按下一个红色按钮，有一个精确的序列，一个系统检查，一个倒计时，为巨大的能量释放准备这台庞大的机器。你的仪式是你个人的倒计时，深呼吸是你内部系统的检查，播放一首特定的音乐可以是点火。仪式的每一步都增加了专注和准备，消除了分心和怀疑。它将决定从当下移开，你不再需要辩论是否应该开始，你只是启动仪式，而在它结束时，运动是唯一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发射变得不可避免。通过持续的实践你的过渡仪式，你正在你的神经系统中刻下一个深刻的命令。这一系列动作成为运动的自动序幕，这消除了在最困难的部分，也就是开始使用意志力的需要。这条法则的美在于其简单和力量。你正在将纪律自动化，你发展的力量是不可动摇的一致性。你不再受你的情绪或精力水平的摆布，因为仪式变得比任何暂时的借口都更强大。你建立了一个为你工作的系统，一座你可以每天跨越的可靠桥梁，以达到你的力量和清晰状态。最后的法则关闭了循环，并确保你的新习惯变得永久。它是清晰的收获法则，在每一次主权行为之后，即使是只有5分钟的，你也必须有意地停下来观察回报。这不是一个外部的回报，如食物或娱乐，它是运动本身产生的内部和神经学的回报。你必须用1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体的感觉上，血液流动，能量增加，以及最重要的是你头脑中的清晰。你必须有意识地记录精神迷雾的减少和注意力的增加。你正在主动将体力消耗与精神回报联系起来。这种做法解决的冲突是大脑的消极偏见。在努力期间，你的思想倾向于关注不适、疼痛、呼吸急促。如果你结束运动并立即被其他事情分心，你的大脑与该活动关联的主要记忆是努力的记忆。清晰的收获重写了这种关联，它迫使你的大脑识别并珍视积极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清晰和幸福状态。你正在教你的大脑渴望的不是行为本身，而是它产生的状态。你将焦点从过程的痛苦转移到结果的收获，使得整个循环在下一次变得更具吸引力。这种做法就像一个农民在一天辛苦工作后不立即回家，他停下来一会儿，看着他耕作的田地，感受完成工作的满足感。他不仅关注汗水和背痛，他关注收获的承诺。你是你自己幸福的农民，每一个运动行为都是播下一颗清晰的种子。结束时的1分钟暂停是欣赏这颗种子发芽的行为。通过这样做，你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努力导致清晰，对清晰的欣赏加强了努力的价值。运动不再是一项任务，而成为磨砺你思想不可或缺的工具。你通过这条法则巩固的最终力量是自给自足。你发现你如此在外部来源，如咖啡或分心事物中寻求的能量和清晰，一直都在你内部可用。运动是释放这种潜力的钥匙。通过有意识的收获清晰，你成为自己的能量供应者，自己的专注大师。你不再需要等待理想的条件，你学会了可以通过刻意的身体行动来产生你理想的精神状态。这是最高的主权，无论环境如何，都能锻造你自己的清晰和力量的能力。你的身体圣殿变成一个产生你心智之火的熔炉。理论的旅程已经结束，现在你真正的建设开始了。你已经收到了5条主权运动法则，不是作为信息，而是作为锻造你意志的工具。你不再是这个视频开始时的惯性囚徒，你是你自己圣殿的建筑师。
你作为建筑师的第一个任务是用一个最终的力量宣言来封印这个教导。如果你内化了这一刻，如果你准备好掌管，那么留下你的赞，作为你新生活蓝图上的签名，并订阅已留在我们共同建设的堡垒内。然后去评论区并信念坚定地写下我是建筑师。这不是一个评论，这是你的新身份，你的新法令，你每天将要建设的真理。现在一个特别的致谢，在一个依赖15秒分心事物的世界里，你选择了坚持到最后。这不是一件小事，你保持专注并吸收这些知识直到最后一个字的能力，已经证明了你的纪律。一个迹象表明你属于不寻求简单解决方案，而是寻求真正精通的少数人。你展示了我们想在这里培养的力量，因此我希望你表明自己的身份。留下第二个评论，用简单而有力的词语。我看到了最后，这将作为他人的灯塔，一个社会证明这个旅程是值得的，并将在那些真正致力于自己主权的人之间创造一种社区感。最后，你作为自己运动的主人的第一个行动，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现在想一个人，一个你认识的，正在与你现在拥有逃脱钥匙的同样的精神迷雾和惯性监狱中挣扎的人。你的最终任务是与他分享这个视频，不要把这看作是简单的内容分享，而是一种服务行为。你正在向另一个人提供你收到的同样工具，伸出手帮助他们迈出走出流沙的第一步。真正的力量不仅在于站起来，还在于帮助他人也站起来。履行你的责任，帮助建造另一座圣殿。